在公元前400年的古希腊，很快就被广为人知的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在深入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因为他是医生，他的第一本能是通过观察人体来寻找答案。这时他想到了人的行为是由体内的4种液体引起的，他称之为体液学说，分别是血液、黄胆汁、黑胆汁、粘液。几个世纪后，一位名叫盖伦的内科医生对希波克拉底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类行为和气质的分类。他认为这4种液体会影响人的行为，创造出4种类型的气质：暴躁的、忧郁的、乐观型和冷静的。大家有兴趣听听古代医生对你的个性解读吗？你的气质是4种气质中的哪一种呢？那就看下去吧。1. 暴躁型。暴躁的人被描述为愤怒、紧张和头脑发热，他们一直在寻找刺激和成功，这让他们很容易生气和控制欲强。他们喜欢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在别人看来，他们可能很固执。根据一些新的研究，暴躁型的小伙伴也可能是高度情绪化的。202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研究了中国学生以及他们如何适应在线学习。研究人员发现，暴躁型的学生比较敏感，容易情绪波动，他们似乎受到了变化的影响，很难适应在线学习环境。那些暴躁的小伙伴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以结果为导向，积极且正向，他们不怕任何阻碍，表现出极大的自信来争取独立。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对一个暴躁人的敏捷思维印象深刻，他们是意志力强的人，喜欢冒险，然后当事情进展太慢时，他们会无法忍受。2. 忧郁型。忧郁是由黑胆汁造就的一个人的性格。忧郁的人非常内向，只喜欢有1-2个亲密的朋友，他们非常体贴且考虑周到，这实际上能让大家喜欢上他们。忧郁的个性是艺术的灵魂，他们在诗歌、绘画或音乐中倾吐心声，尽管他们很有才华，但他们也是完美主义者，经常在工作和自己身上发现缺陷。正如忧郁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可能相当敏感，有时他们对世上的悲剧感到不知所措。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情绪化，他们很容易抑郁或焦虑。发表在《情感障碍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表明，忧郁的气质可能也在双向情感障碍中起到作用。3. 乐观型。血液是乐观型人格的主宰体液。乐观型性格的人往往活泼、乐观、无忧无虑，他们是主动开始和你聊天或和你握手的人，他们的杯子总是半满的，他们更喜欢看到生活的光明面，活得很充实。他们有幽默感，喜欢逗别人笑，但是因为他们太喜欢开玩笑了，所以他们通常不善于忍受无聊，他们会寻求多样化和娱乐。不幸的是，这种直来直往的性格有时会对恋情和其他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也倾向于寻求关注，需要从他人那里不断得到安慰。这种气质类型与今天正在研究的某种人格特征非常相似。知道是什么特质吗？如果你不确定，看看这支影片来找出答案。友情提示：影片仅供科普，这是让大家了解一些人格心理学历史的一种有趣方式，不是用来评估谁的性格或做出任何诊断的。只有执照的心理学家才能真正评估一个人的性格，所以请不要太当真。4. 冷静型。粘液是影响冷静者行为的主要体液。对冷静型的人最好的描述是善于和人打交道。这些人追求亲密的关系，通常是忠诚的配偶和慈爱的父母。个性冷静的人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冲突。他们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平静的生活。他们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乐于帮助他人。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护士、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冷静型的人几乎总是随性和放松，但这并不总是一个正面的特点。他们也常常是冷漠和迟钝的。
他们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困扰他们，就像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201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有这种气质的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司机。研究人员发现，冷静型的人做司机在开车时心率较低，唤醒水平较低，这意味着与其他气质相比，他们很少会出现路怒。研究还发现，冷静型的小伙伴对相对简单和单调的任务有较高的容忍度，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做出危险的驾驶行为。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哪种气质最能形容你的个性？研究并未止步于古希腊，许多现代理论都试图扩展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思想。你会在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类型测试，甚至5大性格特征上得到同样的结果吗？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自己，请观看这些影片并找出答案。